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还原一桩15年前的调查案。当时是2006年，案发地点是北极圈内的伊鲁维克镇，那里居住着很多因纽特人。当地的检察官呢，就发现有一个美国猎人竟然猎杀了一种无法辨认的未知生物。当局立刻扣留了这名猎人，并且展开了调查。在调查的过程中，当地的因纽特人情绪一度失控，同时调查也让一些看似不相干的科学线索组成了一张完整的拼图。原来未知生物不仅仅是一个传说。故事来到北极的班克斯岛，岛上居住着100多个因纽特人。加拿大政府允许他们合法猎杀北极熊，还允许他们每12个月贩卖14次的北极狩猎之旅。美国猎人吉姆·马迭尔正是一位前来狩猎的游客，他雇佣了一位当地向导，叫做罗杰·卡普坦纳。罗杰呢，就帮吉姆办好了手续，当局允许他们猎杀一头北极熊，但是除了北极熊以外，任何动物都不准猎杀，否则他俩将被以非法捕猎的罪名起诉，留下终身案底。罗杰还告诉吉姆，北极熊非常危险，它们是唯一一种会蓄意攻击人类的熊，平均体重超过了1500斤，冲刺的速度可以达到60公里每小时，比博尔特还快1.5倍。北极熊在北极的视力和伪装能力都比人类要好，经常会这样站起来观察情况。如果北极熊先发现了它们，就极有可能在暗中埋伏，而他们2人一旦被北极熊伏击，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性。吉姆早就了解过所有危险了，他从8岁起就跟着父母在野外打猎。虽然他现在已经65岁了，但他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亲手猎杀一头北极熊。就这样，在2006年4月13日，罗杰驾驶着一辆狗拉雪橇，带着吉姆向北极的深处出发。他们平均每天赶路12个小时，北极风像刀子一样割得皮肤生疼，同时他们还要保持警惕，生怕哪个不留神就成了北极熊的猎物。直到第4天早上，他们终于有了意外的发现。这天是4月16日，大约早上5点，罗杰正在观察远处的冰面，他发现3公里外出现了一个北极熊的身影。他赶忙叫醒吉姆，全副武装，把狗和无线电全部留在营地，2人就这样徒步深入冰原。他们要悄悄地接近北极熊，同时一点一点地靠近北极熊。追踪进行得很顺利，走到一个山脊隐蔽处的时候，他们离北极熊只有不到300米了。罗杰感到机会来了，就让吉姆瞄准射击。果然，吉姆的枪法很准，一枪就放倒了北极熊。2人兴奋地朝猎物跑过去。走到还有20米的时候，罗杰叫住吉姆，让他举着枪在原地警戒，自己先上去查看一下猎物。罗杰确认猎物已经死透了，才让吉姆过来，然后帮吉姆和猎物拍了几张照片。从照片上来看，这头北极熊竟然有黑眼圈，就跟熊猫一样，而且它的背部还是隆起的，这让罗杰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但他也没有多想，拍完照片以后就开始处理这头猎物，把肠子和内脏留在原地，皮毛、熊头、熊掌以及几根重要的骨头取下来，当做战利品打包带走。9天以后，2人返回了伊鲁维克镇，按照手续申报自己的猎物。但过了一会儿呢，检察官把吉姆叫到了办公室里面，开始像审犯人一样的审问吉姆，因为他们确定吉姆猎杀的根本不是北极熊，而是某种未知的生物。当局以非法捕猎罪起诉吉姆，但在起诉前，当局也必须调查清楚吉姆猎杀的究竟是什么生物。与此同时呢，未知生物的消息也在当地迅速传开了。于是有因纽特人就提到了那个黑萨满的传说。在因纽特传说中，北极的冰原里面隐藏着很多黑萨满，他们会用诡秘的仪式制造出一些未知的生物。这些生物有的像狗，有的和一头变异的北极熊差不多，但有的却无法控制，非常危险。比如160多年前的北极恶灵，当时英国派出了2艘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惊恐号和幽冥号，船上有134名皇家海军和各种武器弹药，他们准备穿越北极，打通西北航线。这个故事我们原来分享过，这些皇家海军和2艘军舰后来全部在北极失踪了。之后的几十年呢，西方世界陆续派出了10几个探险家深入北极去搜救这些皇家海军，但这些探险家什么都没有找到，他们只从因纽特人那里听说恶灵正在追杀海军，他们早就已经全军覆没了。
这次吉姆在北极猎杀了一头未知生物，是否意味着又有黑萨满在制造怪物呢？当局压力山大，决定兵分3路展开调查。第一路调查小组负责向罗杰和吉姆了解狩猎期间发生的具体情况，采集口供。第二路调查小组将未知生物的皮毛和骨架送到1000公里外的黄刀镇进行外形修复。第三路调查小组将毛发和血液的样本送到2000公里外的纳尔逊进行 DNA 比对。很快 DNA 比对的结果就出来了，这根本不是北极熊。另一边，口供小组也从吉姆和罗杰提供的照片当中判断，这可能是一头北美灰熊。因为伊鲁维克的动物检察官他自己就在野外拍到过一只毛色很浅的北美灰熊，和吉姆照片中这只很像。另外，罗杰也说，那天他特意抛开了这头未知生物的胃，他也想看看这头奇怪的北极熊都吃过些什么东西。但他发现胃里面除了海豹的残骸以外，还有一些他不认识的碎块。罗杰继续抛开他的肠子，发现里面有很多带皮毛的碎块。罗杰认识这些皮毛，这是地松鼠。北极熊从来不会吃地松鼠，而北美灰熊恰好特别爱吃地松鼠。难道这是一头北美灰熊吗？不可能，因为北美灰熊是需要冬眠的物种，它们至少要在5月10号之后才会醒过来。吉姆射杀它的时间是4月16日，所以这绝对不可能是一头北美灰熊。调查小组再将 DNA 与北美灰熊去对比，果然也没有对上。物种无法鉴定的消息传回了伊鲁维克，因纽特社区的情绪越来越不安。他们在说，虽然现代科技很发达，但是绝对是不全面的。比如科学家声称，他们已经为理论上所有居住在班克斯岛上的北极熊都安上了定位系统，但是猎人们捕获的北极熊当中有 95% 是没有 GPS 芯片的。这说明科学家依赖的资料非常的局限，更何况西方人在当地从事皮毛贸易已经有100-200年的历史了。如果班克斯岛上真的生活着某种未知熊类，那早就应该被人发现了，绝对不可能让它存活到2006年再被一个美国猎人杀死。因纽特人纷纷议论，一定是又出现了黑萨满在暗中制造这些变异怪物，当局必须引起重视。调查陷入了僵局，眼看着因纽特人的情绪就要失控了，复原小组那边传来了一个新线索。黄刀镇的标本师复原过600多头各种各样的熊，但他发现这头熊的身体非常古怪，不是脖子比北极熊短一截，就是脑袋比灰熊尖一些。复原工作只能将北极熊和灰熊的骨架拼在一起才能够进行。还有，它的熊掌在肉垫当中被一块皮毛分开，这和北极熊还有灰熊的熊掌都不一样。另外，北极熊的爪子一般是又短又粗壮的，这是为了让它在冰面上产生更大的摩擦力。而灰熊的爪子呢，是又细长又弯曲的，这是为了方便它挖洞。但眼前这个爪子就像是北极熊和灰熊的结合体一样，所以标本师怀疑这是一头北极熊和灰熊的杂交熊。这个想法太大胆了，因为教科书上说北极熊和灰熊是2个物种，它们不可能在野外杂交。但标本师又发现它同时拥有灰熊和北极熊的特征，那么现在真相似乎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它是一头人工杂交的怪物。因为100多年前曾经出现过很多的疯狂杂交实验，什么狮子老虎配、马和斑马配，甚至还有人猿杂交的实验。其中呢，1847年就有一个德国生物学家成功杂交过灰熊和北极熊，这是科学记录上唯一一次出现这种杂交熊。那会不会在加拿大北部也有一个疯狂的科学家正在秘密进行着各种怪物杂交的实验呢？案情突然变得诡异，这个假想中的疯狂科学家简直就和传说中的黑萨满一模一样。更何况现实中就有哈士奇的真实案例，这种和现在狗狗血统都不一样的北极雪橇犬，就是因纽特人不知道在多么远古的时候杂交出来的。因纽特社区的情绪已经失控了，甚至有很多人自发组织起来去搜捕黑萨满。但调查组安慰大家，或许一切都是想多了，真相并不是人工杂交，而是教科书写错了。北极熊和北美灰熊不是2种物种，它们只不过是一个物种的2个分支，是可以在野外自然杂交并且产生健康后代的。事情发展到这里，调查也惊动了很多科学界的大佬，于是越来越多的科研力量投入到调查当中。很快就有一组科学家提供了一份重要的线索，他们说2000年的时候，他们曾经给20只野外的北美灰熊和北极熊装上过定位系统，
结果显示，在接下来的3到4年当中，北极熊几乎没有离开过班克斯岛，而灰熊的活动范围非常大。他们会在春天的时候利用冰盖浮桥往北走，一不小心就能走出上千公里。2003年，他们在班克斯岛更北边的梅尔维尔岛目击过北美灰熊，还留下了照片，这是北美灰熊出现的最北方记录。这条线索虽然证明了灰熊是可以出现在北极熊的领地上的，但无法详细说明他们在野外相交以后是否会有交配的意愿。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研究鲸鱼的科学家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北极熊和北美灰熊根本不可能在野外自然杂交，因为他曾经在北极拍到过好几次灰熊和北极熊相遇的画面，其中有一段画面显示，正在吃鲸鱼肉的北极熊被突然出现的灰熊吓得连连后退。他还说，北极熊非常讨厌灰熊，在野外他们一旦闻到灰熊的气味就会躲得远远的，简直就跟见到了天敌一样。从他的视频中也可以看出来，这两种熊不可能有任何交配的意图。线索似乎又断了，但猎人罗杰这个时候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说自己曾经在野外见过好几次北极熊交配的过程，场面非常具有攻击性。很多情况下，母北极熊都是不愿意交配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公北极熊会攻击母北极熊，最终母北极熊会因为害怕而屈服。灰熊虽然没有北极熊那么强壮，但也很有攻击性。那如果一头公灰熊出现在母北极熊的领地上，会不会也发生这种强制性的事件呢？还是因纽特猎人见多识广，科学家也觉得罗杰的假设有道理，于是调查小组开始继续走访因纽特猎人。果然又有一个因纽特向导提供了一条线索。他说有一年他在维多利亚岛的北部目击过这样一个事件，当时他发现雪地上有一连串古怪的脚印，像是一头灰熊正在追捕一头母北极熊，而且这头母北极熊还带着2个幼崽。然后他沿着脚步走过去，发现地上有一只幼年北极熊的尸体，从伤口上看是被灰熊杀死的。这种事情在北极熊内也经常出现，有时候公北极熊也会杀死母北极熊的幼崽，这是为了让母北极熊提前进入发情期，好让它能尽快与自己交配。到此为止，所有的证据链都完整了。调查组给出了最终的推论，他们认为整个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7年前，某头公灰熊离开大陆，沿着海滨浮桥北上，一路觅食，同时也寻找着交配对象。当他到达班克斯岛的时候，终于遇到了一头母北极熊。虽然母北极熊一直在躲避这头公灰熊的追击，但最终灰熊还是用实力让母北极熊屈服了。这之后，母北极熊继续在自己的北极领地生活，而公灰熊呢，回到了南方。半年以后，杂交小熊出生了。直到杂交小熊健康成长了6年以后，2006年4月16日这天，他被因纽特猎人罗杰发现，然后被吉姆开枪射杀。如果这个推论成立，那么吉姆非法捕猎的罪名就不成立，因为他的猎物证明了北极熊和灰熊不是2个物种，而是一个物种的2个分支。他猎杀的这头杂交熊，归根结底还是一头北极熊。这就是整个事件的真相吗？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到纳尔逊的 DNA 实验室。果然，检测结果显示，样本的父亲是一头北美灰熊，母亲是一头北极熊。悬案终于告破了。科学家还给这种杂交熊重新命名，叫做灰北极熊。进一步细分，如果爸爸是灰熊，那就应该叫做格罗拉熊。格罗拉是灰熊英文名在前，北极熊英文名在后的组合词。如果爸爸是北极熊，妈妈是灰熊，则叫做匹兹利熊。这是北极熊英文名称在前，灰熊英文名称在后的组合词。吉姆最终被判无罪，他将自己的战利品带回了美国，做成了标本，摆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上。各路媒体都过来采访他，吉姆成了最传奇的一位北美猎人。但故事还没有结束，就在整个调查事件结束后的13年当中，2007年到2020年，媒体竟然又报道了至少4起灰北极熊被猎杀的案例。同时，北极海域还报道了2起捕获白金与独角鲸杂交品种的报道。这都是过去几百年人类闻所未闻的案例，为什么偏偏在近10几年当中密集出现？难道真的有黑萨满在北极秘密实验室当中进行着疯狂的杂交实验吗？最终，科学家说，这可能意味着全球气候正处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前夜，北极正在以人类无法察觉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像温带，而这种气候变化导致物种杂交的事件，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5万年前的另外一个故事。当时
地球可能也正在一场气候的巨变当中，这导致大量的智人入侵到了尼安德特人的领地，然后智人与尼安德特人混血了。科学家说，今天除了非洲以外，我们每个人体内都还拥有2%到4%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我们这些混血的智人也很有可能是灭绝尼安德特人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和正在发生的北极熊的故事非常类似，搞不好我们可能又来到了一个气候巨变的节点上。这次地球又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使命和惊奇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母北极熊太悲惨了，大自然怎么能把它设计成这样呢？